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还不速速下载斗破苍穹怒火云岚提升斗气？从今以后，你是本王的。其实，我有件事没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有婚约在身，但我不想娶她，我会退婚。这些与我何干？梦中与你共同走过漫草荒径，有从未见过的绝美风景，仿佛是我握不住的晨曦，照亮了天地。为何要在目光相识那刻不经意怦然动心？笑着红尘茫茫，多少番只一想，竟要柔肠百转，难舍难放。总是风云浩荡，一相见难相忘，却怕就此错过，来不及抵偿。奇怪，我怎么会拿陈长生和徐生比？徐生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呢？你为什么不想娶她？我的未婚妻非常出名，她很骄傲，倒不是说她趾高气扬、爱发号施令，而是她习惯了故作清高，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处理所有事情，包括对我。你的意思是，她瞧不起你？学生天赋如此出众，学识如此广博，性情如此诚恳，他瞧不起他，那是多么愚蠢，眼光又是多么糟糕。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，他同意了这份婚约。其实我很清楚他的想法，不过是想利用我罢了。兴许是徐生后来进了雪山宗影门，开始展露才华，看着前途无量，他的未婚妻才会改变主意。这种女子，不要也罢，退婚是最好的选择。是的，尤其是现在，我更觉得退婚是对的。其实，我也有婚约在身。啊？是吗？可是我不想嫁给他，而且肯定不会嫁给他。你傻笑什么？你那位未婚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很小的时候，我和他就认识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时候，他是个很讨人厌的小孩。小男孩都很让人讨厌的。谁在说我坏话呀？反正因为某件事，我决定不再理他。没想到，几年后他又缠了过来。这门婚事是长辈指婚，所以很难简单的退婚。既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，
难道你的未婚夫就没有变得好些？没有，那家伙的性情一点都没改变，甚至变得更加恶劣。不得不承认，那家伙确实有优秀的地方，但他又有很多让人根本无法接受的缺点。他表面上看起来不理世事、善良老实，实际上心机深刻、长袖善舞。心事虚伪，确实不好。何止如此，此人还趋炎附势，也不知用什么手段，居然讨好了一位贵人。此中细节，我不便多说什么。这种男人，确实要不得。最可恨的是，他喜欢拈花惹草，而且他找的都是些不懂事的小姑娘。真是个无耻败类！切！寿潮越来越近了，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遇见他，很悲伤，却也很幸运。我必须告诉他我是谁。事到如今，我不想再瞒你。其实我……他要向我表白，该怎么办？我知道，那个愿意相伴度过今后岁月的人已经出现了。你怎么了？是文书，好像感知到了外界的什么，我已经无法控制它了。文书是要去哪儿？留在这里并无出路，不如……肯定有别的人类修行者进来了，那道阴影说不定是魔族的阴谋。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？不要，不管是不是阴谋，都与我们无关。目前最重要的是你的伤很重，再不想办法，很快就会死。我闻到了味道，这附近应该有几株醉酸枝。那是什么？一种野草，妖兽或战马误食之后会昏迷不醒。你准备给谁吃？当然是你。魂兮归来，你听到了吗？魂兮归来，应该是某种阵法的残留气息。文书究竟感知到了什么？与寿潮有关？我一直怀疑魂木在南客手里，现在看来是真的。而且他带着寿潮，离这座陵墓越来越近了。魂书在里面，却能感知到外界的气息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定是气魂不二的缘故。只是，为什么魂书没有追随魂木而去，反而回到了这座石棺前？魂木可能是钥匙，这座石棺的钥匙。周毒夫在死之前，都没找到有资格继承自己传承的后辈，于是他让钥匙流落到周员外，就是想请时间替他选择传人。难道说，那把刀？还有一种可能，这座石棺里藏着他的秘密。周毒夫究竟有没有死？这本身就是千年以来最重要的秘密。难道石棺将要开启了？还有多久？现在。
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如果周德夫真的没死，那么周园里的所有人都会死，甚至整个大陆都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。我想上去看看。怎么感觉俗气得很？他极有可能还活着。这就是周原真正的秘密。如果你能活着离开周原，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发现告诉所有人，这对找出黑袍的真实身份有很大帮助，对人类抵抗魔族的战争甚至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没见到遗骸，不代表他还活着。可别忘了，他的刀也不在。刚才的要求，请务必答应。你一定要活着出去，哪怕我……不，就算把你留在这儿，我一个人也没法突破兽巢，离开周原。我不愿独活，我们应该在一起。这些不能留给他们。看，是功法秘籍。这刀法和那把刀的名字一样，两段。两段刀诀，原来传闻是真的。文字看似浅显易懂，但讲述的道理却极深奥，真是一篇别出心裁的大好文章。接近周灵，然后让魂木与灵木间建立起联系。老师，我现在明白您的用意了。如果不是陈长生和徐有容在前方带路，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周灵。自从周原现世，无数人都试图找到周灵，却没有一人成功。他们俩不愧是人类世界的未来。军师大人深谋远虑，耗费如此多资源与心力，要在周原里杀死这些年轻的人类，果然极有道理。周笃夫的传承，师门遗落的世界，我要重新拿回来。没想到，这看似简单的第一刀，竟已让我们消磨了无数心神。不如先全部背下来，争取时间。分头背。原来最终和最初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一刀才能两断，理应如此。这些图案和文字正在消失。好在都记住了。出去之后，我们把那些刀法抄录下来，便是完整的。我们一起练。总之，我们要尽可能活下去。如果有命运的话，给出的条件已经非常清楚。无论是两段刀诀，还是想要记住的这些美好，要两个人都活着，才有意义。愿圣光与你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
你女儿的性命就悬于这一线灯火之上，她逃不了的，苏黎。你心神损耗太大，明显伤势渐重，需要好好睡一觉，才能多撑一段时间。那种草你吃过吗？我当然没吃过。那你让我吃。放心，没有毒，能帮助你护住真元。吃了那种草会睡多久？我没见人吃过，但至少可以让你再多撑10天。有可能要睡100天、1000天了。我不要吃。你们人类说话都喜欢这么浮夸吗？反正我不要吃。吃下这个是为了你好，必须听我的。除了他，还有更多的人会死在周原。要做成一件事，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如果不吃，就打屁股。不吃，就是不吃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居然连打屁股都不怕了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不要怕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背你出去。可谁来给你指路呢？那片阴影往哪儿，我们便反其道而行。也许我要过很久很久才会醒来，谁给他指路呢？醒来的时候会不会看不到他？如果走不出这片草原，难道我就要在昏睡中死去？不要，就算去死，最好也要清醒着，这样才能确认还是和他在一起。对不起，但我必须保证你活下去。苏黎再强，终究是人，不是神，终究不是周督府。这一次，我根本没有给他活着的机会。周原之局已有变数，看来最宝贵的事物就要重见天日。你的法器再强大，也不可能一直挡着，不如收了。但可以给我们争取一些时间。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时间。有理。爱不过生死缠旧，嚎啕杯共醉的酒，桑田都跟前，沧海都倒流，解不了，辨不开，猜透。或清醒，或万劫难复接受，也不忍不知可否，星月都不在，寒暑都停休，自恒梦，向洪荒，亘古长有。跟在灵犀之前，牵出情丝万千，多少恩怨聚散，几人愿作茧。曾是心头一念，与你轰轰烈烈，不怕痴儿心语，有心谁曾